青史浩瀚，留名者寥寥。那些被一笔带过，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也都曾真真实实地活过一辈子。此刻，放下今日的纷扰，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听一个无名之人的故事。岭南有个陈九儿，他生于唐玄宗开元6年的广州南海县。那一年，正逢朝廷张九龄大人刚主持修拓好大榆岭山道，这条往北的血脉初通。每到5月，满山的荔枝红透了半边天，便有快马从广州出发，络绎不绝地往北赶。陈九儿的父亲便是种荔枝的。广州靠海，气候湿热，山坡上种的不是稻子，是漫山遍野的荔枝树。那时候朝廷重视这条刚拓宽的岭道，每年荔枝季，官府的马队便从州城出发。为了保证送到北地时色香味俱全，刚从树上摘下的荔枝，要带着清晨的露水与剪下的枝叶，装入特制的竹笼与双层木桶中，内敷浸过泉水的生丝与阔叶，以作散热防压。整条道上驿站连轴驿站，人马接力，日夜兼程。而驿丁身上斜挎住的，则是盛装岭南催发文书的丰泥漆桶。陈九儿记事的年头，正赶上大唐最好的年景。《旧唐书·玄宗记》里说，开元年间海内殷实，广州也不例外，荔枝年年丰收。父亲的田里难得有积欠，母亲纺织的布除了交租佣调，还能拿到墟市上换些油盐。那时候他年纪小，只知道荔枝熟了就要摘，摘了便有官差来收。至于那些鲜果与漆桶里的文书最后去了哪里，他并不在意。他只记得父亲常摩挲着山坡上那5亩坡地，跟他说：“九儿，这地是祖上传下来的，护住它，咱们陈家就有一口安稳饭吃。”他第一次见识到天下是12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州城交荔枝，途中路过一处官驿，那是个宽敞的院子，马棚里拴着10几匹膘肥体壮的驿马，浓烈的马粪味与草料的气息混杂在一起。驿长坐在廊下，正拿着笔核对勘核。忽听得远处传来清脆急促的当当声，那是驿铃。一匹驿马犹如旋风般冲入驿站，那马的口鼻喷着粗气，胸前全是磨出的白沫腥气。马背上的驿丁脸色发青，嘴唇干裂地渗出黑血。他甚至来不及翻身，只是将斜挎着的丰泥漆桶解下，连同卸下的双层木桶大吼一声，抛给了早已等候在旁的另一名驿丁。那接替的人一扬马鞭，新马嘶鸣一声，眨眼的功夫便消失在往北的黄土尽头。而那个换下来的驿丁刚落地，便像块烂泥般瘫倒在马粪水里，大腿内侧的裤子早已被血水浸透，粘在肉上。廊下的驿长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挥挥手，让人把他拖到一旁，别碍了下一匹马的路。陈九儿站在路边，看着那串在阳光下扬起的尘土，又看看那个躺在地上无人理会的驿丁，看了许久。那时候他不懂什么叫阶级，只觉得那飞驰的模样威风。他转头对父亲说：“我长大也要跑马。”父亲看着那个瘫倒的驿丁，死死咬着牙，半晌才吐出一句话：“跑马的是畜生，种地的才是人。你记着，别去巴望那些摸不着的贵人东西。”但陈九儿自己记得很深，他16岁那年，父亲病倒了。那几年广州接连有旱情，荔枝树产量不稳，父亲为应付官府的例贡，被官差逼着借了当地理疗豪族家的高利，年底算下来，连本带利竟把那5亩坡地全赔了进去。地方大姓的家奴提着棍棒收走田契的那天，父亲一口黑血喷在荔枝树根上，身子便垮了下去，没熬过那个冬天。父亲走了之后，家里没了地，老荔枝树全被豪强砍了改种粮食，母亲一人撑不起来，便让陈九儿去寻个生计。那时候广州往北的驿站正缺人，每逢5月大忙，驿长便从当地招募年轻力壮的替补，补充正式驿丁的不足。陈九儿个子高，手脚利索，大腿结实得像2根木桩。李正看了他一眼，便把他名字报给了驿府。就这样，他成了广州驿的一名候补。那一年是开元26年，陈九儿20岁。他起初只跑短途，从广州州城到增城驿，路不远，1天便能打个来回。驿长起初只让他送些不急的州府文件，试了2个月，见他腿脚勤快，从不贪杯误事，便让他跟着老驿丁学认路。
梅岭栈道哪个弯道最险，湘江渡口哪段水浅能过马，衡州以北的山路哪段易遇山崩崖颓，这些事情全靠义丁们用2条腿和命跑出来。陈九儿不识字，但他记性极好，师傅带他走过一遍的路，他回头便能自己走。他在心里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当候补1个月有5斗米，要是能熬成拿朝廷铁饭碗的正级义丁，1年就有6匹绢10食粮，攒上10年，就能把父亲临死前念兹在兹的那5亩坡地，从黎辽豪族手里硬生生赎回来。师傅是个老义丁，从景云年间便在这条道上跑。有一回在驿站槽边饮马的间隙，老义丁拍着那沾着白沫的马脖子，对他说：“这条道朝廷看得比命还重。”立之3日不到，便发搜变色，7桶里的文书迟了1日，前方便误了军国机密。我们这些人做的就是连住天下脑子的活。陈九儿点了点头，没有接话。他心里想的不是天下的脑子，他只看着议长腰间那块象征正级义丁的铜牌。他要把那5亩地赎回来。他22岁那年，正式被调到荔枝道主线。那是开元末天宝初，岭南荔枝道最繁忙的时候。每年5月，从广州到西京长安，沿路20余驿，快马接力，日夜不绝。陈九儿负责广州至衡州这一段约莫1000余里路，中间要翻过险峻的大庾岭，渡过真水与连江。他那些年的日子是用汗水和狂风丈量的。他成了沿路义丁里腿脚最快、最不惜命的一个。他不要命的跑，只因为议长答应只要跑得快，就有额外的赏钱。他把那些沾着汗臭味的铜钱一枚枚攒在罐子里，夜里听着铜钱碰撞的声音，仿佛能闻到家乡坡地上荔枝花开的香气。那几年，他见过衡山终年不散的云雾，听过湘江夜里鬼哭般的风声。有一回，前方的义丁突发疾病，他替人顶了长叉，一路硬生生送到了西京长安。他这辈子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城门楼，高耸的城墙比他老家最高的荔枝树还要高出好几截。他看见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的贵人们坐在华丽的殿宇里，用金盆盛着冰块消暑。他牵住疲惫的驿马，身上散发着长途奔波的恶臭，站在城下像个卑微的鬼魂。那一刻，他隐约感到了恐惧。他拼了命攒的那点铜钱，在这些随手挥霍金银的贵人眼里，究竟算得了什么？但他赶时间，交了7桶，又匆匆往南走了。他只能握紧拳头，告诉自己，他不要当贵人，他只要那5亩坡地。天宝13载的5月，陈九儿36岁，那是他在驿道上跑的第16个年头。出发前，议长把他叫到廊下，给他倒了一碗浑浊的水酒。九儿，这是今年最后一趟供果，圣人催得急，贵妃娘娘要在下宴上见到仙果。你这趟要是能比定力再快，上半日送到衡州，州府的政绩勘核我就替你求下来。以后你就是大唐正经的官役，你攒的钱也够了，回去起出田契，那帮地方大姓也得高看你一眼。陈九儿一口饮尽了那碗酒，辣得眼眶发红。16年了，他终于要把父亲丢掉的那5亩坡地，把陈家的根一寸一寸地用腿跑回来了。他将盛住极贱的风泥7桶死死绑在胸前，背上驮着双层木桶，翻身上马。此时他觉得自己的双腿有着使不完的力气。然而老天爷从不听贱民的愿望。那年的岭南雨季长得像是要把天河漏干，大庾岭的山道上雨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狂风扯碎了路边的草木。栈道依着陡峭的崖壁，逢上这等连月不绝的暴雨，青石板上便生了一层腻滑的厚苔。陈九儿压低了身子，几乎贴在马背上，雨水顺着他的斗笠疯狂灌进脖颈。他听不见风声，耳边只有马匹粗重的喘息，以及马脖子上那枚铜翼铃在暴雨中发出的发闷的当当声。前方的弯道极窄，右边便是深不见底的连江支流。悲剧发生在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落石处。那青花马的左前蹄猛地踩中了一块松动的碎岩，连日的雨水早已掏空了泥基。陈九儿只感觉身下一空，翼铃的声音猛地拔高，变成了凄厉的嘶鸣。起！他下意识地死死勒住缰绳，想把马头提起来，但那股下坠的力道太过庞大，人与马连同背上那筐要送往西京长安的荔枝一同朝崖下翻滚。
陈九儿在半空中被甩脱了马蹬，后背重重砸在泥坡上，滑行了数丈。他还没来得及喘息，上方巨大的黑影便砸了下来，那匹青花马翻滚着坠落，数百斤的身躯结结实实地压过了他的右腿，骨头断裂的声音在暴雨中极其沉闷，像是一截枯木被人生生踩折。陈九儿在泥泞中蜷缩成一团，没有见血，但那种剧痛顺着小腿骨直接窜进了天灵盖，眼前的雨幕瞬间变成了一片血红。他想站起来，右腿却像是一条不属于自己的破麻袋，软绵绵地耷拉在黄泥水里。下坠的那一刻，他没有喊救命，他忍着剧痛，疯狂地在烂泥里爬行，伸手去摸散落在泥槽里的木桶与漆桶。万幸，包裹着荔枝的木桶完好无损，风泥未破。那几十颗带着广州露水的果子，此时在暴雨中显得那么干净，那么娇贵，散发着一丝一毫都不属于这泥泞人间的甜香。陈九儿把漆桶和木桶死死抱在怀里，整个人趴在上面，用自己的脊背去挡那劈头盖脸的暴雨。他一边吐着带血的泥水，一边隔着木桶小声嘟囔：没碎，地还在，正极还在。不知过了多久，山道上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临近驿站的驿长带着2名接应的义丁冒雨寻了过来。人在这。义丁翻身下马，第一把抓的不是被压在几百斤死马下的陈九儿，而是他怀里死死抱着的木桶与漆桶。他们互看交割，陈九儿本能的不想松手，却被义长用马鞭狠狠抽在手背上。放手！你想害死老子吗？物件被夺了过去，义长小心翼翼地确认风泥完好，果皮未损后，他整个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仿佛保住的是自己的九足。他立刻转头对身后的义丁大吼：快，换上新马，赶紧过梅岭！要是耽误了长安宫里贵人们的下宴，咱们连坐砍头！义丁一把夺过漆桶与木桶，飞身跃上新马，一抖缰绳，马蹄踏破泥水，溅了陈九儿满脸的腥泥。从头到尾，没有人问一句他的腿怎么样了。在他们眼里，那几十颗能博取长安贵人一笑的荔枝，比陈九儿的整条性命，比他16年的血汗都要高贵上万倍。陈九儿半截身子还被压在死马底下，他呆呆地看着那匹载着荔枝的快马消失在雨幕中，那里是长安的方向。义长这才回过头，冷冷地瞥了一眼他那条已经扭曲变形的右腿，眉头皱了起来，呸地吐了口唾沫：腿废了，政绩堪合，你就别想了，朝廷不养废物。你小子命真大，要是压坏了这2桶鲜果，惊了宫里贵人的口腹，莫说你这条腿，你老娘都得连坐。一会儿自己找根树枝撑着爬回驿站吧，别死在官道上碍事。说罢，义长调转马头，也匆匆离去。暴雨依旧劈头盖脸地砸下来。陈九儿躺在烂泥里，看着那匹死去的青花马，他忽然觉得好笑，自己苦苦跑了16年，以为是在为大唐连筑天下的脑子，以为能凭一双腿跑出个家业，赎回父亲的地，到头来他才明白，自己在这条道上连那匹马都不如。那些长安城里穿紫袍抹着胭脂的贵人们，只要坐在华丽的殿宇里张开嘴，天下便有无数像他这样的贱民，用腿用血用命去填满那口盛住果子的玉盘。而当那荔枝被送达，贵人尝了一口，也许还会嫌弃一句今年岭南的雨水多，果肉不够清甜，随手便扔进了沟渠。而他陈九儿的这辈子，他爹留下的那5亩坡地，他想当个正式义丁的盼头，就跟着那颗被扔掉的荔枝果核一样，碎在了这梅岭的烂泥里，一文不值。大唐的官报上说，天宝14载，安禄山在范阳反了。那一年，陈九儿37岁，他成了一个跛子。大唐的正式一级名册上永远抹去了他的可能。议长看他可怜，留他在广州驿里当个编外的杂役。他一个不识字的跛子，只晓得有战事，不晓得长安已经乱了。他仍每天一瘸一拐地去马棚，仍看见荔枝与公文一筐筐地装上马背，赶往北去。他觉得讽刺，北方人都快死绝了，长安的贵人们竟然还惦记住岭南的这一口甜。直到天宝15载的冬月，驿站里的人开始慌了，从北边来的文书越来越少，有几匹马回来时，皮囊里空空如也。问他们话，只哆嗦着说，北边的驿道不通了，全乱了。那段日子，
整个广州驿都在议论北方的局势，洛阳陷了，潼关被困，玄宗皇帝逃往蜀中了。《旧唐书·肃宗记》里说二京陷没，生灵汤火，那激进与战乱的气息一路南下。更雪上加霜的是，到了至德3载，战火虽未直接烧到岭南深处，广州城却迎来了灭顶之灾。大食与波斯的黑衣海盗突然从海面袭来，勾结地方恶徒，洗劫了整个广州城，纵火焚烧府库。城里火光冲天的那几天，官军畏缩不前，刺史大老爷韦利简甚至连帅印都顾不上，连夜逃往东莞，任由胡人劫掠。陈九儿拄着拐杖站在城外山坡上，看见的是被烧成废墟的州城，是昔日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狼狈逃窜的身影，是无数被海盗杀死漂浮在珠江水面上的尸体。昔日繁华无双的广州，一夜之间成了解不开的修罗场。他忽然明白，大唐的王法与军队在真正的灾难面前，连这座城都护不住，又怎么可能护得住他这个跛脚的贱民？战后，因后方动荡，朝廷财政枯竭，前线急需传递一份关于岭南财富上缴的紧急文书。驿站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健全的青壮，驿长红住眼，把密封的漆桶塞进陈九儿手里。九儿，顶上，这趟要是迟了，前线断了响，大家都得死。目的地潭州，那是一次超远的路，他骑着一匹同样老迈的驿马走了10余日。一路上，从广州到湖湘，到处都是从中原与江淮一带流亡下来的难民。道旁的村庄时有2、3已空了门户，田地荒芜，流民扶老携幼地往南走，路边不时能看见倒闭的饿殍。他咬着牙把文书送到了潭州。回城的路上，他见到一队衣衫褴褛的人马，口音杂乱。陈九儿递给他们一瓢水，问他们从哪里来。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者答道：从江淮逃下来的，胡人杀，官军也抢，朝廷还在催军饷，这天下哪里还有活路？陈九儿愣在原地。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不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不论是海盗洗劫还是安史叛乱，对于他们这些底层的贱民来说，没有任何分别。盛世里，他们是宋励之的耗材；乱世里，他们是宋军报的斗灰。他回到家乡，母亲已经在战乱与饥荒中病死了。豪强霸占的那5亩坡地，因为战火与劫掠，如今成了一片焦土，连树根都被刨出来烧了柴。陈九儿站在地头，看着那片荒芜，连哭都哭不出来。他16岁时想着赎回这片地，36岁时以为触手即太近，如今年过40，地还在那里。但他知道，这辈子他连1寸泥土都握不住了。安史之乱平息了，但大唐的元气早已漏了个干净。朝廷自顾不暇，岭南吏之道的地位渐渐低了下去，驿站裁减了，骑卒也少了。陈九儿因年资最长，且无处可去，被留在了广州驿，但不再是递送主力，只做些看门守站的杂活。他每日做的事情变成了拿着扫帚打扫落叶，照料留下的老马，收发偶尔经过的闲散公文。《旧唐书·代宗记》说大历年间天下一直多所废弛，那不是一句空话。陈九儿坐在廊下，看着木柱子上的漆皮一块块剥落，看着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不识字，不懂朝廷的党争与边患，他只知道这条道渐渐没人要跑了，但他仍在驿站里。驿长知道他是老人，晓得他腿脚有伤，回不去田里干活，便让他留守。他没有家，便在驿站偏屋找了间漏风的小屋子住了下来。那偏屋原是驿站的库房一角，破旧得很，但好歹能遮挡岭南的暴雨。他在驿站干了40年，这便是他这辈子所有的栖身之所。大历年间，岭南起了大疫，那一年，驿长抄收的州府公文上写住岭南诸州大疫。陈九儿听路过的客商念道，民间传闻死者过万，驿站裁撤至仅剩3人守站。陈九儿是其中之一。他那年正好60，跑了40年，面硬得像梅岭上的石头。德宗即位后，为了节流，大举裁减冗役，岭南多处驿站降级或直接裁撤。《旧唐书·德宗记》美其名曰霸天下不及之物。驿站的俸禄开始按月拖欠。陈九儿无妻无子，无地无产，
只能靠着那点微薄且时有时无的俸禄过活。俸禄彻底断了的时候，他便去墟市上拾人家不要的烂菜叶，回偏屋伴着井水煮了糊口。那几年，老天爷也像是在为难人，岭南接连有大旱与巨雨，米价贵得吓人。更要命的是德宗建中元年的那一纸诏书，朝廷开始推行两税法。旧唐书识货志说，天下财富悉按两税，废除了过去按人头课税的旧制，改为户无主客，以建居为部，人无丁中，以资产为宗。这条法令落到地方，本该是让霸占陈九儿土地的豪强军爷去疯狂缴税，可经了地方官员的手，事情便全变了样。为了凑足上缴长安的额度，地方官府在两税之外巧立名目，疯狂摊派富家赋税。陈九儿无地无产，却在清查户口时被地方官差强行编入了最低的下户，并勒令他限期缴纳人头摊派的门摊现钱与急缴钱。更绝的是，朝廷明令所有税粮折算成现钱缴纳，造成了市面上极端的钱荒。那一年的初冬，陈九儿拖着残腿，背着自己在驿站后头荒地里种的2筐水菜，一瘸一拐地去了墟市。他想换1斗糙米，更想换10几个铜板来应付官府催逼的门摊现钱。墟市上静得怕人，没有人买东西。1斗粟米要120文现钱，米戳的伙计秀住手，冷冷地看着陈九儿。陈九儿指着背篓里带着泥的菜，这菜新鲜，我换10文钱，或是换2棚米，不要菜也不要布。伙计摇了摇头，官府只要黄澄澄的清钱。如今市面上的好铜板都被大户收刮殆尽，你这2筐菜换不回1文足钱，钱重物轻。朝廷要铜钱，大户死死捂着铜钱，逼着百姓把最后的骨血都砸碎了换钱。陈九儿在寒风中站了许久，看着自己冻得龟裂的双手。没人来抢劫，没人来放火，大唐的法度写得清清楚楚，可他就是被这巧立名目的门摊现钱逼得活不下去了。对史官而言，建中元年的两税法是国家中兴，但对陈九儿而言，变的是朝廷的名目，不变的是他口袋空空如也，连1文现钱都生不出来的冬天。他回到驿站，官差已经等在门口，因为交不出那笔下户的急缴钱，官差一脚将他踹倒在泥地里，把他屋里唯一值钱的东西那枚赔了他16年，在梅岭摔得凹陷变形的铜衣铃，狠狠一把扯走。老瘸子，下个月再不交现钱，就拿你的命来抵。陈九儿趴在泥地里，看着官差远去的背影，他突然很想笑。36岁那年，他以为那枚衣铃是他的梦想；42岁那年，他以为那枚衣铃是他的责任；到了70岁，他才知道那枚沾满了他血汗的铜铃铛，在朝廷眼里不过是1文可以拿去熔铸成税钱的破铜烂铁。他什么都没有了。贞元4年夏末，他病了。那场病来得极其缓慢，像是这具枯槁的身体终于决定放弃挣扎。先是吃不下东西，后是走不动路，最后连偏屋那扇吱呀作响的门都推不开了。议长来看过他一次，看着他皮包骨头的模样，叹了口气，问他要不要请个看疾的医工。陈九儿躺在破席子上，缓缓摇了摇头。请什么看疾的呢？他这一辈子除了一身摔断的骨头和马鞍磨破的皮肉，也没看过几回病。真要到了那一步，喝几口井水也就是这样了。贱民的命本就不值一帖药钱。秋天的某一天，议长在户部发下来的名册上，用朱砂笔轻轻勾去了他的名字。他临死前的几天，右腿僵硬得像块冰，胸口闷得喘不过气。躺着的时候，他的神志开始恍惚。在半梦半醒间，他似乎又听见了外面驿道上经过的马蹄声，以及那清脆的急促的驿铃声。那声音比他20岁的时候少多了，但还有，那铃声仿佛穿透了梅岭的暴雨，穿透了长安的城墙，一路响到了他的耳边。他躺着听了一会儿，眼角流出一滴浑浊的泪水。他不是在留恋这个人间，他只是在想，不知道今年送往长安的荔枝够不够甜，不知道那些贵人们吃着果子的时候，能不能闻到这官道上成千上万个死去的陈九儿身上散发出的发馊的血腥气。他死的那天，没有下雨，也没有刮风，岭南的阳光依旧毒辣。地上躺着一张破了洞的草席，
他死在席子上，样子很安静。这张他睡了10几年的破席子，最后被回驿站的同僚随手一卷，变成了裹他下葬的棺材。偏屋的门还关住，灶上的火早已熄了冷透，屋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留下，连一枚建中元年的铜板也没有。议长把他的死讯报了上去，公文上只写了一句：广州驿少了一名老卒。朝廷的批文很快发了下来，户部官员满意的发现，岭南驿站裁减，朝廷的俸禄又省下了一笔开销，没有人议论他，没有人为他哭泣。在那个大时代里，一丁死了一个，就像荔枝道上一匹跑断了腿的老马卸了套，直接扔进乱葬岗，没有人会专门在史书里为他记上一笔。他的名字只在广州驿那本发黄的驿籍上出现过一次，那是他20岁腿脚最利索的时候入驿的记录，后来便再也没有了。他的生，他的死，他40年跑过的那上万里路，他见过的衡山的云雾、长安的城墙、栈道上的暴雨、梅岭上的腥风，全都没有在旧唐书或新唐书里留下半点痕迹。荔枝道还在，每年的5月，岭南的荔枝红了，仍有年轻的义丁跨上快马，为了长安城里贵人的一口口腹之欲，在官道上拼死狂奔。只是那时候送荔枝的人已不记得从前有个大腿最粗、跑得最快，名叫陈九儿的老头，他们只管低头赶路，日夜兼程，踩着前人的白骨，仿佛他从未存在过。